無風不夠，還是不夠。無風，你與先帝白盤什麼關係？我是誰？你不知道我是誰，但我却知道你究竟是誰。仙逆156集，清水发疯怒杀亡灵，雷炎子夺舍亡灵与清水大戰，清水的身世終於揭曉。在清水仙君成功脫困後，亡靈與其一場大戰，亡靈透支全部底牌，根本不是清水的對手。準備抽身遁走之際，一道蒼老神念突然降臨，神秘老者強行入侵亡靈身軀，正是雷仙殿殿主炎雷子。他要借亡靈身體一用，此刻的清水已經褪去蒼老枯瘦的形態，他化作邪氣凛然的黑髮中年男子，气質冰冷，殺機滔天。清水仙君一眼便看穿亡灵身上的逆天底蘊，擁有白凡護封仙術、清霜仙劍、逍遙子至寶以及堪比仙王的肉身，无数頂級傳承匯聚一身，讓他認定亡靈是萬古以來最特殊的後備修士，甚至配得上讓他自報名號。附身亡靈後的炎雷子初次對拼不分勝負，他不再保留，施展出无上仙術焚仙火，漫天赤色火焰憑空降臨，籠罩大半天地，高溫足以煉化虛空，焚毀萬物，無數炎龍奔騰咆哮，死死圍困清水仙君。面对这等恐怖攻势，清水仙君終於正視對手，崩碎長槍護體，動用壓箱底的極盡神通，右眼迸發赤色雷霆，帶着冰封萬物的寒氣逆流而上，一路熄滅漫天焚仙之火。歷經此戰，神秘老者也忍不住感慨，被封印萬古的清水仙君，即便重傷未癒，极盡戰力依舊恐怖絕倫。而場外修士早已徹底看呆，申公虎滿心狂熱，徹底篤定亡靈深藏不露。戰空烈震撼不已，認定亡靈一直在壓制修為。曾經嘲諷亡靈的唐延風，此刻面色慘白，滿心恐懼，徹底不敢與之抗衡。關鍵時刻，申公虎遭遇生死危機，底牌雷霆破碎，即將被清水仙君秒殺。亡靈元神緊急傳念求助，炎雷子瞬間馳援，隔空逼退強敵，順勢一腳將申公虎送入天地虛空，保其性命。眼見殘存修士不斷被追殺，虛弱至極的炎雷子強行催動終極仙術，引動天地之力庇護眾人，將全場修士強行融入虛空，安然送走。大戰纏鬥之際，亡靈清晰洞悉了借體老者的逆天神通，尋常修士鬥法皆依托自身元力底蘊，可這位上古大能僅動用極少自身元神力量，絕大部分攻勢與速度皆是瞬間抽取天地之力為己用。這種道法遠超亡靈當下認知，看似與奪靈之術相似，實則是觸及修道第二部規則本源的頂級大道。以亡靈陽10境界的修為，縱然親身承載，親眼觀摩，依舊難以徹底參悟，隔着一層道境壁壘，無法突破。此刻老者為追殺清水仙君，正以燃燒元神為代價，催動極致遁術。短短半炷香時間，魂後元神便消散大半，換來一種超脫虛空的急速。亡靈的感官被無限拉長，仿佛行走在歲月脈絡之上，天地流轉，盡數放緩。這種深度融於天地的能力，是第二部修士縮地成寸神通的終極形態，早已化作本能。若非亡靈早已觸摸融天大道門檻，根基遠超同階修士，僅憑這等劇烈的天地律動沖刷，元神與肉身早已崩碎湮滅。即便底蘊過人，亡靈依舊承受着極致的元神煎熬。短短片刻的疾馳，於他而言堪比100年掙扎，如同狂風中的枯葉，隨時可能被大道風暴撕碎。但這份極致痛苦卻帶來了無上機緣。修到第二部的核心，從來不是元力堆砌，而是融入天地，觸摸並掌控規則，這是無數修士終生無法企及的大道門檻。而亡靈被老者強行拖拽着與天地深度交融，每一次震顫與掙扎都在加深自身與天地的羈絆。這場意外淬煉讓亡靈的元神徹底銘刻天地融合的道蘊，道心意境突破桎梏，與天地因果大道相互印證。他歷經無數洗滌的肉身，也在反復消解重聚的融天狀態中浸潤濃郁天地之力，每一寸血肉底蘊大幅暴漲，為後續境界突破築牢根基。這等逆天機緣純屬意外，若非亡靈自身根基扎實，道心堅韌，老者元神褪去的瞬間，他必將肉身崩碎，元神隕落。極致遁逃過後，二人最終停留在雷之仙界核心朝仙台碎片大陸，此地是遠古仙人下界的第一落腳點，道蘊浩瀚，底蘊非凡。就在身影定格的剎那，油盡燈枯的老者元神徹底消散，亡靈重掌肉身。深知清水仙君追殺將至，他不敢絲毫停頓，立刻運轉元力構築漩渦，借自爆衝擊力掙脫禁錮，爆射遠遁。身後邪氣青年形態的清水仙君隔空鎖空，卻僅抓空殘影。亡靈深諳對方空間禁錮的詭異手段，當機立斷祭出仙劍，連劈8道斬羅訣，撕裂四周虛空靜止，徹底斬斷追殺鏈路，化作長虹急速脫身。清水仙君止步朝仙台，瞬間識破陷阱布局。他早已看穿自己是被刻意誘至這片仙界核心，心中驚疑不定，全然猜不透幕後大能的真實目的。未等清
清水思索完畢，絕殺殺機驟然降臨，他抬手凝聚血色光球，裹挾毀滅威勢追殺亡靈。此時的亡靈底牌盡出，透支的血身已然無力再戰，只能拼死硬抗。他張口祭出碎片大印格擋衝擊，震天巨響轟鳴虛空，至寶劇烈震顫，雖未崩碎，卻將磅礴巨力盡數傳導至亡靈肉身。亡靈連噴數口鮮血，節節敗退。危急時刻再度祭出山河圖屏風，以山水意境穩固防禦，抵消殘餘攻勢。可清水仙君一眼看穿，這只是山河圖拓印贗品，根本不足以抗衡頂級仙術。他抬手撕裂虛空，扭曲山水意境，強行將亡靈逼出護身領域，冷漠直言，即便手持真圖，以亡靈的修為也不配駕馭。就在清水踏步上前，準備終結亡靈性命的生死瞬間，驚天動地的天地巨變驟然爆發，徹底打斷絕殺攻勢。整片朝仙台碎片大陸劇烈震顫，萬千山峰崩塌，大地抹平，整塊陸地緩緩升空，四面八方震天雷獸嘶吼響徹天地，無數太古鐵鏈縱橫拉扯，拖拽碎片大陸騰空而起。動盪並未止步於此，以朝仙台為核心，雷之仙界49塊碎片大陸同步震動升空，鐵鏈交錯，雷獸嘶吼，一座覆蓋半座仙界的絕世梅花大陣徹底展露真容。48塊外圍碎片環繞中心，朝仙台飛速旋轉，速度越來越快，最終崩斷所有鐵鏈束縛，極致旋轉撕裂虛空，形成籠罩萬里的吞噬漩渦。整片雷之仙界開啟全域崩塌，天空裂開無盡縱深黑洞，寂滅寒風呼嘯肆虐，昔日仙域盛景徹底湮滅，上演末日般的毀滅亂象。遁逃的亡靈心神俱震，頭皮發麻，就連閱歷萬古、睥睨諸天的清水仙君也徹底為之錯愕震驚。他征戰無數歲月，從未見過有人膽敢以完整仙界為基，煉制絕世至寶，最終只能沉聲吐出二字：瘋子。天地崩塌之際，虛空之上響起狂傲笑聲，籌劃萬年的幕後大能顏雷子顯化真身。他直言自己數百次踏入仙界，蟄伏數萬年，只為完成這場逆天布局，算計上古仙君，熔煉整片雷之仙界。顏雷子的終極野心昭然若揭，以半座雷仙仙界煉制成至寶，打破羅天與聯盟星域的空間壁壘，讓羅天修士無需依托羅天石自由穿梭星域，更要帶領100萬羅天修士殺回聯盟，將昔日仇敵眾玄子清算舊怨，一雪前恥。隨着顏雷子掐訣施法，49塊碎片大陣威勢暴漲，造化與毀滅之力交織籠罩天地。亡靈冷眼旁觀，徹底看清自己全程淪為棋局棋子的宿命，而清水仙君則靜觀其變，想要摸清這位萬年布局大能的真正底牌。清水一語道破大陣短板，仙界碎片煉寶格局滔天，可若無靈智法身，終究是無魂死物，難成頂尖至寶。顏雷子早有籌備，朗聲祭出古樸古鏡，開啟凝練法靈的終極步驟。鏡面波光流轉，無數塵封修士元神接連飛出，一一融入49塊碎片大陸，為仙陣賦予靈智。首先現世的28尊陰虛元神，13尊陽實元神，層層夯實大陣基礎靈域。隨後3品天仙虧孽元神，9品天仙煞氣元神相繼歸位，大幅提升大陣殺伐底蘊。緊接着2品仙王清明元神、6品仙王血祖元神接連現世，尤其是血祖元神，雖神智暗淡，被徹底掌控，卻依舊深深凝望亡靈一眼，暗藏宿命糾葛。大陣終極底牌盡數揭曉，2尊1品仙君元神破壁而出，氣息比肩諸天頂尖大能天運子。歸位之後，讓仙陣底蘊登臨頂峰，古鏡耗盡本源破碎。最後一尊6品殺戮仙君元神現世，無絲毫元力波動，卻自帶規則級極致殺機，僅僅外泄的氣息便讓亡靈氣血翻湧，大口嘔血。這尊終極法靈融入朝仙台核心，讓49塊仙界碎片徹底蛻變為靈智完備、層級頂尖的絕世仙寶。布局圓滿，顏雷子道出萬年謀劃的終極目的，雷仙大陣已然成型，唯獨缺少一縷極致極境殺伐道蘊，而擁有萬古極境的清水仙君，正是他整場棋局的最終目標。面對顏雷子的索要，清水依舊固執否認自身身份，本君不是清水。無奈之下，顏雷子揭開塵封萬古的絕密過往。清水乃是上古清水國儲君，天資冠絕同輩，是先帝白凡唯一的親傳弟子，更是遠古最有望成就先帝的天驕。飛升雷之仙界後，他盛名赫赫，執掌一方，卻在仙界崩塌前夕，莫名魔念入體，神智盡失，開啟無差別屠戮浩劫，親手斬殺了同門親友，乃至相伴萬年的道侶。待魔念退去，神智歸位，清水看着滿目瘡痍的天地，承受不住親手屠戮至親的極致悔恨與絕望。為杜絕魔念復發，封印自身恐怖極境，他自毀肉身元神，將殘魂與極境本源拆分為9重，徹底封印。恩師白凡惜其天賦，悲憫其遭遇，不忍將其抹殺，親手為其布置療傷大陣，盼其中有一日清醒歸正。顏雷子便立上古秘典，耗時萬年，終於勘破這段隱秘，知曉了清水極境的無上價值。為印證所言非虛，顏雷子拋出白凡先帝遺留的上古仙域。清水接過仙域，塵封萬年的痛苦記憶瞬間復甦，無盡悔恨與癲狂徹底吞噬理智。他吞掉仙域，
鬱，雙目赤紅，徹底陷入瘋魔，滿心只剩滔天恨意，極致殺意爆發，清水撕裂虛空，瞬息千里，繞至岩雷子身後，發動絕殺一擊。岩雷子催動49碎片仙寶，構築防禦大陣，硬生生擋下含恨一擊，將清水震退100丈。可清水已然瘋癲，悍不畏死，持續衝殺。岩雷子不再留守，徹底催動雷仙大陣，金色禁制所困天地，萬千屠仙金似貫穿清水肉身，極致毀滅之力不斷衝刷其身軀。劇痛之下，清水的悲涼徹底爆發。我本一往前塵，你卻偏要讓我記起所有痛苦。掙脫禁锢的瞬間，他抬手施展出完整版無上仙術呼風，漫天黑風化作8條吞天魔龍，撕裂虛空，碾壓而來。岩雷子催動全部陣力，49道元力長虹，硬漢魔龍連環巨響，震徹天地。亡靈遠遁千里，依舊被餘波震得七竅流血，卻目不轉睛，徹底窺見了頂級仙術的真正威力。鏖戰之下，岩雷子消耗巨大，面色泛白，不願持續內耗。他試圖以真相勸說清水，點出當年各大仙界同期皆有大能異變，清水魔變絕非偶然，許諾助其探尋真相，為師報仇，解開萬古謎團。可此刻的清水早已被恨意與魔念徹底掌控，不聽任何勸說，抬手在施無上仙術幻雨，漫天陰紅雨滴憑空凝結，籠罩千里虛空，雨滴轉瞬化作無盡冰晶，層層蔓延，冰封天地，攜禁錮絕殺之勢碾壓而來。岩雷子怒火漸起，嚴陣以待，催動仙陣全力抗衡，同時厲聲警告：若非自己暗中布局相助，其根本無法掙脫萬古封印，切莫逼人太甚。此刻雷之仙界亂局抵達頂峰，萬年煉仙大計，上古仙君宿命糾葛，亡靈意外悟到的逆天機緣徹底交織。